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們現在在苗栗縣獅潭鄉的獅潭義民廟，今天要來造訪明鳳古道。明鳳古道我已經5年沒來了，不過好的古道總是值得一走再走。後面有明鳳古道的導覽地圖，我們先看一下。這是我們現在的位置，義民廟。今天的路線就是先走明鳳古道，到關公亭的時候，再銜接南長城步道，然後到這個岔路口。我以前是走龍骨古道，那這一段綠色古道沒有走過，今天就走這裡，然後到這邊再銜接延平古道，再回到義民廟。我們從義民廟走往明鳳古道的路口，新鳳吊橋。這是新鳳吊橋。新鳳吊橋橋頭，這裡有一家藍色小屋。明鳳古道現在是被規劃為彰之細路的編號41號。就這一段 RSA 41。雲洞宮到獅潭義民廟，這裡有彰之細路與韓國濟州島偶來步道的標誌。這兩條步道系統結為姐妹步道。這裡有一塊民國57年的樂捐芳名錄。民國57年到現在剛好也是滿57年。這是當年捐款修建新鳳吊橋的熱心民眾的姓名。2019年第1屆浪漫台三線藝術季作品，19世紀繞世界一圈的樟腦分子。當時台灣的樟腦產量是世界第一，市場占有率大約70%。這是樟枝大樹，向東牌伯公。旁邊這是舊廟，古老的石器土地公廟。通常新廟蓋好之後，會將舊廟封閉，以避免土地公會回到舊廟，那新廟就不靈了。我們繼續前行。向東牌是這裡的地名。前面那裡就是明鳳古道的登山口。這裡有明鳳古道的老照片，早期是賽夏族的列境，後來成為客家先民從獅潭往返頭屋、公館之間的交通道路。我們現在正式進入明鳳古道。上午8點55分，正式進入明鳳古道。古道漸漸變為原始自然了。前面這裡有木橋跨越溪谷。這是荒廢的拓墾地，還可以看得到駁坎遺跡。我們抵達情人谷，這裡是環狀路線的起點。我們從明鳳古道的石碑登山口走到這裡，大約半個小時。情人谷，我們繼續走明鳳古道，然後待會環繞一圈，回程會從延平古道這邊下來，剛好是環狀一圈。
從這裡起就一路石階路緩緩的上坡，不過石階的級距都很小，這是先民開闢道路的智慧。這樣子挑夫挑着重擔往上爬，就不會感覺太累。我們抵達涼亭了，裝化亭，繼續前行。又遇見一棵大樟樹，現在步道轉為平緩了，前面左側就是南長城步道的入口。我們先走到明鳳古道前面的涼亭那邊休息一下。這裡有古道路線圖。我們從義民廟出發，經過情人谷，現在抵達這裡。那我們到關公亭休息一下。今天就不走往雲洞宮了，因為那邊是陡下，又要再爬上來。然後待會就由這裡進入南長城步道，又稱南岸有古道，再銜接綠色古道、延平古道，走回情人谷。前面那邊是關公亭，從關公亭往雲洞宮就是一路陡下了。我們今天就只走到關公亭這裡。這是關公亭的展望。爬到關公亭，今天最辛苦的健行路段已經結束了。待會走南長城步道、綠色古道、延平古道，大部分都是下坡路了。那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，就準備要出發了。關公亭這裡就是明鳳古道在這一端的入口。我們現在繼續走往南長城步道，又稱南岸永古道，進入南長城步道。明鳳山的基石就在木橋的另一端，這是明鳳山山字基石。明鳳山海拔515公尺。這邊有一段陡上，不過不長，很快就爬上來了。這條人線山徑是早期的愛永線，也是客家先民與塞夏族人的交戰之地。這段路是今天走來最舒適自在的路段。又遇見一棵樟枝大樹，這邊又有一段爬坡路，這都是樟樹，一整排的樟樹。前面這裡是綠色古道入口，我們今天就走綠色古道，往前走會接龍骨古道，又稱八達嶺古道，然後繞一圈。也是會在前面接上綠色古道，這段我以前沒走過，所以我們今天走綠色古道。但是太乾燥了。這真是名副其實的綠色古道。前面有岔路，綠色古道在這裡銜接延平古道。我們走左岔路進入延平古道，那右岔路綠色古道走上去會銜接龍骨古道。從關公亭走到這裡大約花了40分鐘。哇，這裡有一棵大樹。前面那裡是已經荒廢的王家古厝。只剩下部分的殘牆而已。竹林墾地依舊在，只是屋檐改。
這邊經過乾枯的溪澗，這裡又有一棵大樹，看不出來是什麼樹。延平古道沿途有很多荒廢的拓墾地。這條古道是沿着溪澗，環境比較潮濕。我們回到情人谷了，現在就循原路走回獅潭義民廟。我們回到明鳳古道登山口了，現在也中午12點了，所以明鳳古道大約就是一個半天的行程。至於各個古道路段的時間，我整理之後會把路程時間表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，提供給大家參考。那我們今天的明鳳古道之旅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，作為旅行的參考。